这太医令家中上百口人，说砍就砍，这是犯了什么罪了？哎，听说没治好皇后娘娘的病，被诛了10族。哎呀，这也太惨了！我叫朱家人，上一世身为朱元璋22世玄孙的我，却穿越成为了太医家中的仆役。而今正是洪武15年，马皇后病重，太医令束手无策，被老朱一气之下连诛10族。我作为那倒霉蛋家中仆役，也遭牵连。50已到，斩！刀下留人！谁喊的？我自己喊的。你自己喊有用吗？我看电视剧里，只要喊这句，必有骑马的来救人。我想试试。电视剧？俺不管你什么剧不剧的，这一刀下去，铁人也要被俺砍2半。等一下！别废话，赶紧把头伸出来。砍完你的还要砍他的，砍完他的接着砍他的。这么多人等着呢。身在大明，10族被清。老天爷，这是来先救我一个穿越的吗？你为什么追着我搞啊？恭喜宿主，时空穿梭系统已开启，宿主可以在诸天万界任意穿梭。搞，这太好了，老天爷！时空穿梭，我一个闪现回到兰乡，小命岂不是保住了？还可以购买药品，再穿回来治好皇祖奶奶。那我岂不是飞黄腾达了？刀下留人！有什么话跟阎王爷说去吧。我能治好皇后娘娘。刀下留人！有什么话跟阎王爷说去吧。我能治好皇后娘娘。胡言乱语！皇后娘娘什么身份？也是你小子敢妄议的！闪！刀下留人！死到临头你还喊？这次真不是我喊的，天王老子喊的，今天也救不了你，拿命来！谁他妈？大人，把他放了。是。你刚才说你能救皇后娘娘，不错。你可知欺君之罪乃是灭9族的大罪？大人，我本就将死之人，何必骗你？若救不活皇后娘娘，还反倒连累9族。此人是皇上亲自下令要杀的人，我若救下他，只怕陛下心中会心生猜忌。但如果他真能治好皇后娘娘呢？一定我没骗老子，否则等待你的不是问斩，而是凌迟剥皮。妹子，快把药喝了，喝完病就能好了。庸医，你们要是治不好咱的妹子，咱诛你们10族！重八，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你就放过这些太医吧。妹子，别说胡话，要是没有你，咱该怎么活呀？皇上，微臣找到能救皇后娘娘的人了。后辈子孙朱家人拜见大明太祖爷爷。咱的子孙？完了，本来以为这小子说不定能救活皇后娘娘，这样我也大功一件，没想到居然是个疯子。皇上，此人，你真的是咱的子孙？不错，太祖爷，作为您22世孙，我从600多年的后世穿越而来。600多年的后世，那你说说看，咱的妹子享受多少年？这据史书记载，皇祖奶奶于洪武15年8月23日因病去世，
享年51岁，葬于孝陵，谥号孝慈皇后。父皇，现在是5月，也就是说，母后还有3个月寿命。胡说！咱的妹子怎么可能会死？毛香，此等妖人也敢带来皇宫啊！赶紧拉出去诛10族！你去自领20大板。是，我定亲手将你凌迟剥皮。洪武15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死脑子快想啊！死生命也，刀字何意？且亦何能活人？是服药不孝，得误以切过而罪诛一乎？这是妹子昨晚对咱说的话，你是如何知晓的？太祖爷，我身为朱家后代，对自家的事情当然十分清楚。咱还是信不过你。你说你是后世之人，总该知道彪儿这个皇帝后来做的如何吧？这个怎么编不出来了？既然太祖爷诚心问了，晚辈只能如实相告。不过您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笑话，咱这一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彪儿才能远胜于咱，这个皇帝指定干得不错吧？皇伯祖没有登基。不可能，彪儿是咱钦定的继承人啊，怎么可能没有登基？难道父皇废了我的太子之位？难道父皇废了我的太子之位？洪武24年，太祖爷您觉得南京偏僻，不利于统治，便有迁都的想法，于是派黄伯祖巡视陕西等地。结果黄伯祖返回南京不久，便一病不起，于洪武25年病逝，号义文太子，后被建文帝追封为孝康皇帝。彪儿，你怎么现在一步走了呢？父皇，儿臣还没死呢。对，彪儿，你听着，以后没咱的允许，你一步都不能离开应天府，迁都，欠他奶奶个腿儿！是，儿臣遵旨。那个太祖爷，黄伯祖应该没什么事，以后只要保重身体就好。彪儿他没什么病吧？不清楚。后来出了一些乱子，导致皇宫一案丢失不少。乱子？难道是熊英干的？这小王八蛋！对了，彪儿，你前几日不是说熊英染上了风寒，现在没事了吧？父皇，熊英他……对了，玄孙，若彪儿去世，咱指定会立熊英为太子。他干的又如何？那个太祖爷，熊英伯祖也没登基。啊？你说什么？难道咱的大孙也出事了？洪武15年5月，皇长孙朱雄英避世，追封为余王，谥号怀，葬于中山。父皇，雄英自从前几日便一病不起，儿臣不是故意隐瞒，但母后病重，儿臣恐您。父皇，毛指挥，快传太医。不用。小兄弟，父皇他……没事，太祖爷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下就好了。咱的命苦啊！幼年丧父母兄弟，中年丧妻丧孙，晚年丧子。老天爷，这是何在有仇啊！玄孙，你刚才说你能救咱妹子，那雄鹰你也能救吗？应该没啥问题。不过什么？玄孙，只要你能救咱妹子和大孙，你有什么要求，咱都能满足你。太祖爷，因为家道中落，晚辈在后世连媳妇儿都快娶不上了。您看，咱的后人混得那么惨吗？彪儿，拿10000两黄金给咱这位玄孙啊！是。我勒个刀，发财了！太祖爷，您稍等一下。父皇，此乃神迹啊！这下我终于相信这小子是后世之人了。这些药应该能治好皇祖奶奶和朱雄英。对了，系统，太祖爷能通过时空隧道
来到现代，一如我华夏如今的盛世繁华吗？可以的，宿主。不过为防止平行错乱，不同时空的人在不同时空仅能停留24小时。这样吗？太祖爷，这盒青霉素可以治好皇祖奶奶的病。请陛下三思啊！此药前所未见，药性不明，恐有凶险。皇后娘娘若……给咱住嘴！戴子公，你这庸医治不好咱妹子的病，还在这危言耸听！来人，把这帮人都给咱拖出去斩了！别，虫八，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后世子孙吗？晚辈朱家人拜见皇祖奶奶。好好，妹子，你相信咱玄孙这药吗？虫八，我信这孩子，把药给我吃吧。皇上简直是急昏了头，话可以乱说，药能乱吃吗？聒噪！虫八，你嗓门也太大了啊！妹子，你醒了，高烧竟退了。皇后娘娘的病居然好转了，这难道是神仙手段？咱妹子没有性命之忧了。陛下，皇后娘娘现在的脉象平稳，富有生机，身体虽有些虚弱，不过调养些日子便能痊愈了。啊，太好了！玄孙，这名为青霉素的药物真乃神药啊！小有的手段，老夫叹服。戴院长医术冠绝大名，可从没听过他如此称赞过一个人啊！是啊，不错。彪儿，雄鹰的病情如何了？注射了那名为牛痘的药水，好多了。小兄弟，多谢了。黄伯祖，这可不敢当。玄孙，你管彪儿叫伯祖，肯定不是他这脉的。你是咱哪一位儿子的后人？按家谱记载，我是燕王的后代。燕王是老四啊！这小子能出你这位玄孙，回头咱可要好好夸夸他。太祖爷，你若知晓成祖他老人家造反成功，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出来。太祖爷，你若知晓成祖他老人家造反成功，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出来。玄孙，若彪儿、雄鹰都没继位，那等咱死后，到底是谁坐上了皇位？父皇，夜色渐深，不如等明天再问吧。不行，不弄清楚，咱睡不着觉。你小子快说。是朱允文。朱允文，咱记得这小子，不是你那侧妃吕氏所生吗？他一个庶子，咱如何放心让他继承的皇位？再怎么说，除了雄鹰，咱还有允腾，怎么轮也轮不到允文呢。父皇，自从常氏去世后，吕氏便被您扶正了。允文严格上讲，也算我的嫡子。据后世记载，朱允腾性子木讷痴傻，太祖爷您选择朱允文继位，也情有可原。允腾这孩子咱见过，活泼开朗，哪有一点痴傻模样？莫非是彪儿死后，这吕氏故意将允腾养废，好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太祖爷，后世有种说法，晚辈不知该不该说。你说。许多人都觉得，皇长孙和太子妃都是吕氏害死的。他怎么敢的？不可能，吕氏温婉良善，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具体情况没人清楚。不过种种事情后，吕氏和他儿子成为了最终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彪儿，你回去之后多注意吕氏的一举一动，还有将雄鹰和允腾带进宫，交由你母后亲自抚养。是。在继承人问题上，咱不可能不考虑老四。难道他也出了什么意外？那倒没有。
洪武25年，黄埔祖去世后，您考虑过让燕王当太子，但是让刘三五以秦晋两王上在给否了。不过，皇位最终还是落到了晚辈这一脉。什么？你刚才不是说允文继承了咱的皇位吗？怎么又和老四扯上了关系？难道老四的后人有人造反了？哎，妹子，你怎么来了？隔老远就听到你的大喊大叫了。那么晚不睡觉，你想干什么？妹子，你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这皇位在后世怎会落到弟儿那一脉去了？回皇祖奶奶，此事还要从朱允文说起。怎么又扯上允文了？咱要问的是……重八，你看你又急。嗨，咱老朱这不是担心咱的大明江山吗？玄孙，你接着讲。洪武31年5月，太祖爷驾崩，随后朱允文登基，年号建文。咱还有16年可活。朱允文登基后，觉得叔叔们手握兵权，镇守各地，有造反的隐患，于是决定削藩。这小子要削藩，咱在北地部署藩王，本意是为了防范蒙古人，为了防止藩王做大，咱只给他们指挥权，军队还是属于朝廷。允文难道连这样也怕？在削藩过程中，有大臣提议，可以学习汉武帝，兵不血刃，解决藩王问题。还有大臣提议，可以给藩王施加恩惠，改换封地。这些举措都不错。不过，这些提议朱允文都没接受，而是采取了黄子成的建议，暴力削藩。难道直接派兵镇压？没错，洪武31年，朱允文削周王朱肃，废为庶人，流放云南。同年11月，派大臣进驻北平，夺燕王兵权。建文元年4月，废齐王朱福，代王朱贵。6月，废闽王朱耿为庶人，流放漳州。襄王朱柏被人诬告谋反，朱允文不问缘由，派人包围襄王府。朱柏不愿受辱，全府上下自焚而死。老十二，哎呀，听听你的好儿子干的好事儿。父皇，要不是你选了允文登基，他哪能干出这些事啊？你这是在怪咱？儿臣哪敢啊！哼，允文也太心狠手辣了。孩子，你接着讲。是。襄王死后，燕王朱棣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在建文元年7月，以800府兵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老四反了！太祖爷，要是有人逼你装疯卖傻，住猪圈，吃猪食，你反不反？老四都这样了，不造反，难道让他和老十二一样？此事确实怪不得老四。全国军队都在允文手中，他老四难道还能造反成功不成？燕王他老人家一路势如破竹，于建文4年攻入应天府，朱允文下落不明，随即燕王登基，史称永乐大帝。怎么可能？还真让老四那小子造反成功了！蓝玉、傅有德、冯胜他们干什么吃的？太祖爷，为了保障朱允文顺利登基，您在活着时将这些名将都杀了。这是你朱重八能干出来的事儿。咱晚年真是瞎了眼，竟选择了这个家伙继承了咱的大名。玄孙，咱能不能通过你这个时空通道去见见朱允文那个小王八蛋？没问题。那咱们先去见文朝，
本来我还想带您去我生活的时代看看呢。你生活的时代是个什么样？4个字：国富民强。有房屋名为大厦，高耸入云；有马车名为高铁，一日便可行驶3000里。真是令人心生神往啊！咱一定要去看看。不过在此之前，咱要先为儿子们报仇。瑶儿，你和咱一起。太祖爷，别着急，见文朝兵荒马乱，不带些人随身保护怎么行？还是这孩子想得周到。宠爸，要不让徐达跟着一起吧，顺便让他看看他的好女婿。行，瑶儿，你去把徐达找来。是。拜见陛下。哎，都是老兄弟了，别整这些虚的。瑶儿在路上把情况都跟你讲了吧？啊，讲了。不过上位，此事也太匪夷所思了。这位就是拜见徐将军。这小子是老4后人，身上有你家大丫头血脉，难怪长得玉树临风，仪表不凡。好你个徐达，你这是夸咱呢，还是夸你自己呢？那个徐将军，你喜不喜欢吃烧鹅？烧鹅？皇爷爷，孙儿该怎么办？陛下，您还是快逃吧！只要逃出南京，掐制秦王，就还有机会。燕王将皇宫围得水泄不通，你让朕往哪儿逃？皇爷爷，孙儿来找您来。不用你找，咱自己来了。皇爷爷，是您吗？皇爷爷，燕王他造反了，你要救救孙儿啊！咱知道老4造反，不过处理他之前，咱有事要问你啊。皇爷爷，您说，咱的儿子们呢？咱问你，你12叔呢？皇爷爷，12叔要谋反，孙儿也是不得已为之啊！你这王八蛋，哪只眼看到老12要谋反了？瞧，你12叔就对你最是喜爱，你却将他逼得全家自焚，看咱们打死你！父皇，让儿臣教训这小畜生，逼死你12叔！老子咋生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父王，父王，你也来了，儿臣不是做梦吧？父王，这个皇帝还是你来做吧，儿臣不当了，不当了。爹，这小子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不会被咱们打傻了吧？没想到咱朱棣能以藩王之姿夺下天下，没想到咱朱棣能以藩王之姿夺下天下。爹，我们全家造反，下去该怎么见皇爷爷呀？什么造反？老子分明是顺位继承的。爷爷，唐太宗李世民当年也是这样说的。嘿，小兔崽子，都敢调侃起你爷爷了！赶紧进宫，别让建文那小子跑了。是。爹，快跑！皇爷爷在里头。胡说八道！父王，定是建文那小子在宫内装神弄鬼。走，随咱进去看看。燕王，可还识得老夫？日父，随老夫进来。大哥。爹，你没死呀？啊，这活的太祖爷爷。草民朱重八携长子朱标、玄孙朱家人拜见永乐大帝。爹，您还没死呀？咱要是死了，
哪能见到如今威风凛凛的燕王殿下呀？爹，老四，你出息了呀！听咱玄孙说，你是历史上第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从南打到北，硬是把咱的大明给灭了，了不起！儿臣不敢。不敢？都打进乾清宫了，你还说不敢？爹，我也是被逼的呀！越门削藩，弄得兄弟们生不如死，老山都被逼得自焚了。儿子要是不造反，燕王府上下都活不了。父皇，此事怨不得老四，他也是迫不得已。老四，要是孤还在，你会造反吗？父皇，此事怨不得老四，他也是迫不得已。老四，要是孤还在，你会造反吗？大哥，您别开玩笑了，给我老四10大胆子，也不敢造您的反呢。谅你也不敢，这小子是你和妙云的后人。不是我的后人。后辈朱家人拜见成祖。啥？成祖？老四，你真行啊，敢和咱爹称兄道弟了。不是爹，大哥，什么成祖，我压根不知道啊！这小子分明是在造谣。咱这玄孙来自600多年后，你说咱是信你还是信他？啥？哼，四弟，是这样。原来如此，爹，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咱在这儿碍着你眼了？不是，那个小子，你管我叫成祖什么意思啊？原本朱高炽给您上的是太宗，不过后面由于一些原因被改成了成祖。是谁？大明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他？行了，别扯那么多，咱赶时间。老四，你说现在怎么办吧？儿子不知道。都打进南京城了，你能不知道怎么办？让你重新做回燕王，你能愿意？啊，这太祖爷，我能说2句吗？说。太祖爷，燕王这个皇帝在大明历史上做的可一点不比您差。你说什么？咱这一生驱除百年异患，勘定南北枭雄，一手建立大明王朝，他老四的功绩还能比得上咱？家人，父皇以一介布衣，开创大明万世基业。四弟就算再雄才大略，恐怕也难以超越父皇吧。四叔，靖难之役这个污点，我能吃你一辈子。哼！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爷，小子，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成祖爷，后世经常有人将历史各朝皇帝排出个10大帝王，但不管怎么排，您和太祖爷都会再临。是吗？咱怎么不信呢？玄孙，老四都干了何事，让后世对他那么推崇？成祖爷的功绩不是1、2句话能讲清的。他一生五征漠北，实现5人最高成就，封狼居胥。他收复越南设为交趾，设立努尔干都司和哈密卫戍围边疆，派郑和七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等等，任何一件都是彪炳史册的不世之功。五征漠北，永乐大典，玄孙，你把这些事儿一件件细细给咱说来。是。想不到朕的一生会那么辉煌。你称呼自己什么？想不到朕的一生会那么辉煌。你称呼自己什么？爹。听了玄孙的话，咱这才知道，当初没选你继承皇位，是咱错了。爹，皇爷爷，若没有四叔夺我的位置，我干的一定不比他差。一边玩去！派人通知在京的文武大臣，全部到乾清宫，咱有话要说。是，没听到你们皇爷爷的话吗？快去找人。爹，你咋不去？没看到我在陪你皇爷爷说话吗？我也要陪皇爷爷说话。看看你那尖嘴猴腮的样子。四儿啊，这是你家老二吧？不错不错，这小子咱喜欢，和你性子很像，是个当皇帝的料。太祖爷，
您这眼光也是没神啊！这皇位可以给你做，但你大哥的后代你要照顾好。要是敢对他们做什么，咱带大军来平了你。是。是太祖，太祖爷，居然是太祖！怎么不认识咱了？怎么不认识咱了？太祖皇帝是末将无能，没能替您守好大明江山。哈，是禀文景龙啊！快起来！长话短说，咱今日让你们来，就是告诉众位，朱允文已被咱废为庶人，流放3000里，皇位由咱四子朱棣继承，你们今后要好好辅助他。是啊，陛下不可！朱棣谋权篡位，此等不忠不孝之人，岂能继位？你是？臣翰林院侍讲方孝孺。方孝孺，就是你和黄子成、齐泰鼓动着允文要削藩。陛下，藩王多有不法，似燕王这等有造反之心者，比比皆是。这藩不得不削。比比皆是。咱其他儿子先不论，老12朱柏他真有谋反之心。说，咱的老12到底犯了什么错，竟被你们逼到全家自焚而亡？陛下，老4，传咱旨意，方孝孺等3人祸乱朝纲，诛始祖。是。老4，允文被你送到漠北了。父皇，此事是我做主的。允文不堪大任，险些葬送我大明，让他去边疆戴罪立功吧。也好，削藩可以，但要给你那些兄弟们一生富贵。放心吧，爹。太祖、程祖爷，这宗室制度，我觉得不妥。你小子什么意思？历史上，程祖爷的削藩很成功，他将宁王、辽王这些塞王改换封地，迁往内地，又将众藩王手中护军收归中央，一步步达到削藩的目的。这些手段比朱允文不知高明多少倍。这不是很好吗？后辈子孙一定再也没藩王作乱，这种事情发生了吧？有。是谁？这人，太祖爷年白天刚垮。不会是？哈哈，我也造反了，大哥，你不会怪我吧？当时在位的一定不是我，否则你但凡想要这个皇位，我就让给你了。难道老子造的是你的反？大侄子，论打仗，你小子哪是我的对手？朕一定造反成功了。二叔，我不是允文，你更不是爷爷，你若造反，我必杀之。狂妄！没错，造反之人就是程祖爷家的老2，汉王朱高煦。不会吧？老4，看来藩王造反是你家老传统了，是不是？都太想进步了。爹，您就别嘲笑我了。那小畜生成功了吗？没有，汉王被您的好圣孙朱瞻基3下5除2就收拾了，对大明影响倒不大。只是据说朱高煦造反不成，被朱瞻基命立誓用铜缸燃炭活活烤死了。这小子比我心狠，二叔，你不会怪我吧？怎么可能？我被你小子做成瓦罐鸡了！咱大明这皇位传承还真是坎坷不断。不谈这个了，玄孙，宗室制度到底有什么问题？程祖爷削藩很成功，给了诸王许多赏赐，但同时也对宗室进行诸多限制，禁止参加科举，不得当官从政，不得擅离封地等等。宗室子弟无所事事，只能忙着生孩子。到了明朝后期，宗室子孙竟有100万之多。
哈哈哈哈！咱老朱家人丁兴旺，这不是好事吗？太祖爷，您不觉得成祖这些举措就像养了一群猪吗？臭小子，你胡说什么？太祖爷，大明后期之所以亡国，我敢说和宗室制度密不可分。您想想，100万宗室需要朝廷提供多少俸禄去供养这些蠹虫？咱当初定下这宗室制度，可没想到老朱家那么能生啊！大明百姓可被咱害惨了。这该如何是好？大明的宗室制度总体上沿袭唐宋，若这种方式不行，难道只有推恩一条路可以走？小子，你可有什么解决办法？太祖爷，这是我从后世给您带来的礼物。让你想办法？你掏出张擦屁股纸干什么？这可不是一般的纸，而是王维，而是一张世界地图。世界地图？这儿难道就是咱的大明？在这张纸上就那么点大？不错，太祖爷，世界很大，若诸王不好分封，何不让他们打出去？要知道，诸王中才能出众者可不在少数啊！打出去，这主意不错。看来宝船要赶紧建造了，回头把我这些兄弟全带。大航海时代要提前开始了吗？上尉，这几位爷，俺拦不住啊！我们的谈话你们都听到了？滚出去！爹，我不想被这臭小子做成瓦罐鸡。既然皇位没我的份儿，我想出海，为大明开疆拓土。俺也一样。你们也罢，你们去吧。爹，我会向你证明，这个皇位你做得，大哥做得，我更能做得。爹，我会向你证明，这个皇位你做得，大哥做得，我更能做得。没选择让我继位，是你此生最大的错误。走。老四，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去吧。兴许你家老二还真能在外头闯出一片天地呢。你小子看什么呢？太祖爷，若去了朱允文，在场诸位，便是大明前5位的皇帝，真乃五龙同朝啊！是吗？他们父子干得如何？仁宗、宣宗总体上都各有成就。看来我大明朝人人皆是明君。太祖爷，这话您可说错了，哪个朝代没有昏君啊？不说别人，他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历史上1等1的昏君，被后世尊称为瓦剌留学生、大明战神。一次土木堡之战，便葬送大明20万大军。什么？父皇！一战便断送我大明20万将士性命。朱祁镇的对手，难道又是一个袁廷不成？若是袁廷还好，对手强大，至少还能辩解一句。可击败20万明军的，是漠北草原小小的瓦剌部落。怎么可能？按照玄孙刚才所说，后世这瓦剌被我打到溃不成军，又被詹吉打到彻底臣服，曾传到我这曾孙手中，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土木堡之变，朱祁镇为瓦剌部生擒，使大明险些重演靖康之耻。此战让大明军队精锐尽失，大明从此由盛转衰，国力开始一蹶不振，内忧外患不断。怎会如此？怎会如此啊！玄孙，带咱去找这鳖孙。是。爹，先去找成年后的朱瞻基，我要让他和咱们一起好好看看他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是如何毁了大明的。爹，先去找成年后的朱瞻基，我要让他和咱们一起好好看看他
他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是如何毁了大明的？啊，幸好没挨打。这是宣德3年，朱瞻基御驾亲征，征讨草原各部。此战，这小子不会打输了吧？自古以来，游牧民族更善马战，胜负还真不好说。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会有很多人会死。朕的最后一道旨意，如若你们看到朕落下马来，不要哀悼，不要停止冲锋，紧紧跟随军旗，握紧长矛，挥舞刀剑，誓死方休。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杀！杀！杀！同道全押，随朕冲锋！杀！兄弟们，此战对手不是疯子朱棣，而是他的孙子黄毛小儿，不足为虑。马背作战，优势在我，随我冲！上！怎么可能？这还是不擅长马战的中原骑兵吗？大王，赛局已定，快逃吧！这还用你说？撤！明军为伍，皇上威武！老四，你这圣孙英勇不凡，咱羡慕啊！也不知雄鹰比起詹基又会如何？一战使漠北草原各部臣服。爷爷，孙儿没给你丢脸吧？陛下，您看谁来了？啊，爷爷啊，黑祖！草民朱棣携老爹朱元璋、大哥朱标拜见宣德大帝。爷爷，你们咋还没死啊？出家人果然个个都是父慈子孝。小子，若不是看你伤得太重，老子非揍死你不可。俺也一样。为啥呀，爷爷？孙儿可是才打赢一场大胜仗啊！还不是因为你的好儿子。我有儿子吗？陛下，大军出征前，孙皇后已有身孕，现在应该已经诞下了龙子。啊，爷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让这小子给你解释吧。反被朱家人拜见宣宗爷。你是什么？我儿子朱瞻基不仅一手断送大明气运，自己还被瓦剌俘虏了。立马派人追上逃走的马哈木孙子野仙，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了他。是。皇帝朱瞻基被俘，京城被瓦剌大军包围，难道我大明亡了？宣宗爷，大明江山岂是说亡就亡的？生死攸关之际，您口中那位懦弱无刚、不堪大任的次子景泰帝朱祁钰临危即命，他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再加上您身旁的于少保力挽狂澜，京城成功守了下来。哦，我守下了京城。于谦，朕果然没有看错你。爷爷，孙儿不孝，险些成了大明的千古罪人。爷，这……若说有罪，咱同样不能幸免呢。若早早把皇位传给老四，哪还有什么靖难之意？曾孙，你有伤在身，快点起来吧。谢皇爷爷。说到底，还是继承人选择错误。曾孙，朱祁钰继位后，大明江山又如何了？戴宗爷干得不错，不失为一位明君。
景泰8年，国泰民安8个字成为他一生功绩的肯定。不过他不够狠，所以死得凄惨，成为大明16帝中唯一一位没有入陵寝的皇帝。什么？这后辈说他是大明中兴之主都不为过，为何结局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宣宗爷，要说这一切，其实和您那位孙皇后分不开关系。若薇，大明贤后不少，但要说妖后，只此一位，便是孙若薇。在朱祁镇听信宦官王振谗言，冒险御驾亲征时，孙皇后没有劝阻，反而支持，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后来更是为了支持亲儿子朱祁镇复位，和文官合谋策划了夺门之变，致使朱祁钰被捐禁后郁郁而终。更有阴谋论者说，代宗无嗣、幼子朱见及夭折，皆和孙皇后脱不开关系。怎会如此？若朱祁镇复位，这于谦的下场不会好吧？朱祁镇复位后不久，便以谋逆之罪将于谦处斩了。这畜生！于谦，是咱老朱家对不起你。太祖不必如此，我于谦争的是万世之名，若能挽救百姓，再续大明，虽死无悔。于少保，你做到了，在后世，您可是清官良臣的典范。于谦这小子，老子没使他杀，老大没杀，孙儿没杀，却被朱祁镇一刀斩了。这小子着实可恶。爷爷，是孙儿瞎了眼，选了朱祁镇继位。家人，把我们传送过去，老子要亲手宰了这畜生！陛下，宣宗爷，难道要提早挂了？宣宗爷，您的病好多了吧？被你带到后室，经过那些医生诊断后，这才知道我是得了那什么糖尿病，吃了些药好了不少。饮食方面，您还是要多加注意。您也不想像历史上一样不到40而亡吧？知道了。太祖爷爷，那后室繁华无比，只是停留时间短，无法观其全貌。你们没去太可惜了。你以为咱和你一样清闲呐？咱废除了丞相，家国重担都在咱一人肩上扛着，一刻不得闲呐。不过如今安排彪儿监国，咱终于能和玄孙一起好好去见识下后世的大好河山了。俺和爹一起，我也去。你病才好，去凑什么热闹？朱重八，我用你教我做事。妹子，在后辈子孙面前给咱留点颜面。行，这次就放过你。太祖爷，前往正统朝的通道已经打开，我们过去吧。于谦，大军班师回朝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等朕回来再行封赏。是。你是说皇帝和于谦在奉天殿吵起来了？是的，太后，陛下想要御驾亲征，讨伐瓦剌，于大人硬是不让。这个于谦，太宗先皇都能御驾亲征，我儿为何就不行了？没有功绩，这个皇位又如何坐得稳？这是京城后宫。一个小小的瓦剌算什么东西？竟敢伤我大明臣民！此战朕要御驾亲征，让他们见识下什么叫王者之师，雷霆之怒。陛下威武，此战必胜！陛下万万不可！太宗先帝尚不能做到每战必胜，您初登大位，怎可轻易涉险？大胆于谦！你是说朕不如太宗？父皇了？陛下尚有自知之明。这于谦这是疯了吗？好啊，于谦，连朕你都敢顶撞了！来人，拖出去！停战50，活活打死！慢着！有太后劝阻，想必陛下会打消御驾亲征的念头。恭喜太后！诸位免礼。母后，你怎么来了？皇上，听说王振鼓动着你要御驾亲征。太后娘娘，奴婢。太后，陛下此番出征，
于情于理皆为不妥。瓦剌，于大人不必多言，皇上要御驾亲征这事，本宫允了。哦，什么？我大明历代君王，有哪位不是马上皇帝？如今我儿想要效仿太宗先帝，御驾亲征，谁赞成？谁反对？臣赞同。若英国公在，安能如此？陛下，于谦屡次冒犯天颜，臣建议此次出征，斩他祭旗。准。朕看谁敢！谁？皇上，太祖、宗祖、父皇，你们咋都没死啊？先皇，曾孙，你的儿子媳妇儿你自己管，咱和老四在一旁看着。是。你在做什么？父皇，瓦剌猖狂，儿臣正准备效仿您，御驾亲征。他给你出的主意。陛下，奴婢王震。我让你御驾亲征，母后救我！朱瞻基，你在做什么？有后误国！若不是你的宠溺，纵使朱祁镇御驾亲征，大明20万大军打个区区瓦剌，又怎会在土木堡全军覆没？陛下，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此战果真，瓦剌大胜，接着便是京城成这样了吗？我等居然差点成为大明的千古罪人！不可能！我可是大明战神，怎会被瓦剌打得大军覆没，生擒被俘？妖后，本宫在后世竟是这种评价。孙氏，大明开国之初，我便定下规矩，内廷可以归皇后管，但切不可干预外朝事务。这些你都忘了吗？从今日起，废除孙若微的太后之位，改由胡氏继承。至于皇位，曾孙，你那次子朱祁钰不错，传位给他吧。太祖爷，家人也说了，祁钰继位后虽干得不错，但性子还是不够狠。他不狠，咱可老狠了。现在派人把他找来，咱当着他的面，给他好好上一堂课。是。父皇，这孩子……父皇，二弟怯懦，怎可继承皇位？儿臣保证。滚！孩子，来，到咱身边来。快去！是。孩子，拿着。回太祖爷爷，这金条上有刺。哈哈哈哈，知道有刺就好。看你太祖爷爷怎么把这些刺都给你拔了。听咱玄孙说，瓦剌南下，京城被围时，有不少大臣主张南迁，说大明几代人打出的国威，险些毁在你们这群鼠辈手中。你们说，咱该怎么感谢你们？徐有贞，太祖，微臣在。玄孙，你说此人该不该杀？据史料记载，苏有贞素来追求功名利禄，为了能升迁，他巴结太监王振，任其为父，甚至连胡子都剃了，简直无耻到极点。他是主张南迁的罪魁祸首，夺门之变也有参与，于谦的死也与他脱不开关系。混账东西！要是在洪武朝，你这种人活不过3个月。太祖，臣冤枉啊！来人，此贼罪大恶极，凌迟而死，诛9族。玄孙，参与夺门之变、杀害于谦的还有谁？太监曹吉祥、王瑾、武将石亨、御史杨善、太常卿许弼。太祖爷，我在大学虽兼修明史，但也只记得这些人。玄孙念叨的这些人，全部五马分尸，诛9族。是，祁钰，莫怕，太祖爷爷将这些刺都给你拔了，往后你治理天下就顺手多了。哼，曾孙，朱祁镇那个孽障，你不宰了，留着他干啥？太祖爷，是我劝宣宗爷放朱祁镇一马，这家伙别的本事没有，
外交能力倒不错，回头大明开几大航海，他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行，那就先饶了他。有了历史教训，想必祁煜也不会让夺门之变再次重演了。太祖爷，我担心的是老二的继承人问题。他那孩子朱见继我见了，体弱多病，这倒是个问题。玄孙，你回头去看看。大孙，你也不必太过担心，祁煜还年轻，让他多造几个，还不能从中选出个才能出众的继承皇位啊？晚辈觉得，景泰帝之后，这皇位还是要还给朱祁镇一脉。玄孙，你什么意思？太祖爷，朱祁镇一生为二公绩，一是废除了您颁布的殉葬制度，二是挑选了一个优秀的继承人，他的儿子朱见深，被誉为大明真正的中兴之主，历史地位仅次于您和成祖。啥？仅次于咱和老四？我这孙子能有那么强？这小子在大明历代皇帝中能排进前3，必有过人之处。倒是很好奇，他到底都干了什么事儿？重八，你恢复殉葬，我本来就不同意，被后辈子孙废除了，正好。后世评价中对太祖爷这一举措多有诟病。子弱母强，必乱天下。恢复殉葬，咱是想效仿汉武帝，如今想来确实欠考虑了。玄孙，还是说说这朱见深吧。宪宗爷是大明后辈子孙中最像太祖和成祖的铁血皇帝，他在位期间重用贤臣，惩治贪腐，整顿吏治，恢复朱祁钰帝号，为于谦平反，一生东征西讨，2次成化离平，杀得建州女真差点亡族灭种。他打击文官集团，开创武举。这朱见深文治武功倒颇有咱的风范，多几个这样的子孙，咱的大明江山何愁不能千秋万代？这样说来，等祁煜去世，这皇位还真该还给他朱见深。犬父虎子。玄孙，如此有才能的皇帝，在后世的评价一定很高吧？皇奶奶，恰恰相反，宪宗爷是大明被黑得最惨的一位皇帝，甚至在明史中一度被写为荒淫无度的昏君。什么？难道是咱这子孙得罪了修筑明史的史官？家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怪，只能怪宪宗爷成化离庭，杀的还是不够狠，导致了后世建州女真崛起，覆灭了大明江山。你是说，咱的大明竟灭亡了关外那些胡蛮野人手中？大明国祚经历16帝，享年276年，此后金朝建立。大明只存在200多年吗？咱早想到大明迟早会亡，可千算万算，没想到中原大地竟会再次沦入异族手中。后世子孙居然如此不争气！皇爷爷，我立马回去，带领大军去灭了女真。玄孙，带咱去见见大明最后一位皇帝，咱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昏庸无能，竟亲手弄丢了咱的大明江山。太祖爷，您先消消火。其实崇祯爷也是没办法，要不先去见见宪宗爷。大明灭亡不是一朝一夕的，玄孙带你将大明后面的皇帝一一见过，您就明白了。也好。朕要立万贞儿为后，为何不许？陛下，万贞儿仅仅是个宫女，而且比您大16岁，立她做了皇后，朝野上下、万民百姓必对您议论纷纷。您初登大位，定不能如此行事啊！朕不管。5岁时，我便随父皇被幽禁南宫。那些日子里，若不是有贞儿的陪伴，我岂能活到今日？他4姐4母，对朕无微不至。朕曾经许诺，来日登基必封他为后。万万不可呀，陛下！母后，贞儿，你怎么来了？陛下，贞儿何德何能可以当皇后？您就不要为难众位大人了。不行，朕够了。母后。陛下，
先皇在世时就已经为你选定了吴氏做皇后，不要再胡闹了。什么事儿啊？那么热闹，说给咱听听。太上皇，这是太祖高皇帝。小子，想不到你还是个情种，不愧是老朱家的人，像咱，是吧，妹子？朱重八，你是情种啊？是啊，在咱心中可只有妹子一人。那倩儿呢？那个啥，健身呐，咱都听玄孙说了，真儿这个姑娘不错，皇后之位又让她做。啊？真的？太祖爷。这似乎不合祖训吧？是啊，什么祖训？那都是咱定下的，咱要干什么还要受他制约。前世，本宫也同意让万贞儿当这个皇后，你去准备吧。是，皇祖娘娘。多谢太祖爷成全。要谢你谢咱这个玄孙吧，要不是他，咱不光不帮你，还要狠狠揍你一顿。太宗爷我认识，这位。又是我哪位老祖宗？这位又是我哪位老祖宗？太祖爷，您喝茶。这个小太监倒是有一股机灵劲儿。我竟然是大明的中兴之主，在大明历代君王中仅次于太祖、太宗，这对我是否过誉了？宪宗爷，这评价一点不夸张。您武功上不输太宗，文治权谋上更胜太祖。玄孙，你看不起谁呢？咱在朝堂治理上还能输给这小子？爹，其实我觉得吧，您在文治上还不一定有我强呢。混小子，找打！娘，您给评评理，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妹子，咱真有他说的那么差？重八，比起历朝开国之君，你在文治上确实没啥出彩的地方。比起唐宗宋祖，咱确实差点儿。不过比起这小子，咱又哪不如了？宪宗爷执政中期，在朝堂上便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百官臣服。他是如何做到的？一是在内阁中擢升万安、刘吉等精于揣测上意，务求明哲保身的大臣，导致内阁6部落得纸糊3阁老、泥塑6尚书之机。大臣们的职责不再是建言献策，而只需要理解、执行、落实旨意，使文官集团蜕变成了高度依附皇权的行政工具。二呢？二，对言官谏臣疏离打压，使其难以形成舆论制约，同时建立机场，赋予宦官极大权力，与朝臣相互制衡。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策略，宪宗爷成功从登基初的受制于人，到朝纲独断的转变，个人权威从此达到顶峰。不错，和他的2个策略相比，咱在某些施政上确实过于简单粗暴了。能将大明从土木堡之变的泥潭中拉出，健身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愧为中兴之主。能得到2位老祖宗的认同，健身死而无憾。宪宗爷在大明内忧外患下继位，纵观其一生，他对内整顿军备，建立9边长城防御体系，对外咄咄逼人，展现强硬姿态。他知人善任，精兵简政，才太老弱，提拔精英，改革武举，疏通经济，安定两广，平定荆襄，黎庭扫学，收复河套，使流民安居乐业，工商繁荣兴盛。黎庭扫学，收复河套，使流民安居乐业，工商繁荣兴盛。就是这样一位中兴之主，却被清朝黑得体无完肤。以致后世之人只记得他是个有恋母情节、宠幸宦官的昏君。更有位知名武侠作家在书中开头便是成化年间民不聊生。健身，其他咱不管，建州女真一定要倒其巢穴，崛起种类，听到没有？是。陛下，若要出兵女真，奴婢王旨愿做先锋。哈哈哈！你一个小太监，志向还不小。你就是真儿最近收养的遗孤吧？我不求你冲锋陷阵，能伺候好真儿就行。陛下，
宪宗爷，可别小瞧王直，这小子未来可是您的霍去病。你说什么？玄孙，霍去病何等人物，一个太监怎能相比？家人，你没搞错吧？朱先生，程祖爷，历史上王直可是能与郑和比肩的人物。他16岁提督西厂，权倾朝野；17岁离庭扫学，荡平女真诸部；20岁同王悦奇袭威宁海，横扫蒙古。作为宪宗爷手中最锋利的剑，说他是大明的冠军侯，一点不为过。好小子，这不就是没把的蓝玉李文忠吗？没想到我大明的太监都如此有能耐，怪不得家人对万贞儿多有赞赏，一手培养出剑圣，还有这小家伙，本宫不如也。陛下，王直，愿坐朕的霍去病吗？愿为陛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好，若你灭了女真，朕封你个冠军侯，又如何？谢陛下。玄孙，王直最终被剑神杀了吧？玄孙，王直最终被剑神杀了吧？太祖爷何出此言？剑神用他与文官相互制衡，文官集团必对他恨之入骨，焉有不死的道理？太祖爷，您只猜对了一半。王直后来确实遭受到文官的陷害，但性命无忧，20多岁便被宪宗爷贬去守皇陵了，也算有个善终。哈哈哈哈哈！都说帝王最无情，剑神倒是有情有义。王直，可惜了。自大明建立以来，文官集团就没消停过。说起来，还是咱杀少了。太祖爷，要说文官真正做大，还要到宪宗爷儿子孝宗朱佑樘的弘治朝。我儿子难道是个昏君？昏君倒谈不上，因为有您打下的丰厚家底。孝宗在位时，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弘治中兴，他在后世名声可比您好听多了。咱算发现了，这史书都是文人写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就跪舔谁。太祖爷说到点上了，你小子少吹捧咱了，说说看，朱佑樘又有什么作为？太祖爷，其实要说大明第一深情，不是您和宪宗爷哦，而是这位明孝宗，他用一生践行了一夫一妻制。啥？这朱佑樘一生只有一个女人？没错。那活着也忒没意思。朱重八，你在狗叫什么？哎，妹子，您听咱解释。家人，我儿子没把大明弄丢吧？那倒没有。孝宗继位后，废西厂，恢复科举，废除酷刑，兴修水利，开放沿海市舶司，重启朝贡贸易。总体而言呢，他算是一位颇有能力的人君。不过什么？他的仁慈导致了在执政后期，皇权逐渐被架空，本人也渐渐沦为文官集团的傀儡。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但绝不是个好皇帝。这小子对文官太宽容了，一点血性都没有。咱的大明是与百姓共天下，而非与士大夫共天下。玄孙，把咱传过去，咱要好好教训下这个朱佑樘。是。剑神，记住了，2次离庭若不够，那就离他个100次、1000次，直到让女真这个民族彻底从历史上消失。谨遵太祖之命。陛下，歇会儿吧。多谢皇后。姐，我说的口干舌燥，你也不知给我倒杯茶。姐夫，南城外那3000请皇帝，不是什么良田，你就赏给我吧。皇帝，哼，贺岭，你当朕是傻子吗？朕多次下旨禁止宗室外戚侵占土地，你们就不能消停点吗？姐姐，你瞧瞧姐夫。陛下，贺林要的又不多，不过3000顷而已，你给他就是了。不准！陛下。行了，姐，其实那3000顷地已经在我手中，我进宫就是来通知他一声。你，夫君，别生气了，这天下是您的，就不许我张家沾点光吗？行了，
回头朕和户部说一声，那3000请良田给他就是了。太好了，父君，严令说他爵位太低了，你看。陛下，小国舅爷喝醉了酒，带着您的衣裳冠在强暴宫女。你说什么？走，去找朱佑称那小子。救命啊！别跑啊，美人儿，让我亲一口。这畜生就是朱佑称。孝宗爷还挺会玩啊。朱见深就选了这个败类做继承人。你是我朱家子孙。你是哪宫的妃子？我看你也是风韵犹存啊！老四，给咱活劈了这个畜生！是。你们谁呀？竟敢向我动手！小国舅爷，您没事吧？把这群刺客抓起来，那个老美人留下。你们，太祖，你还认识咱呢？不是，老子让你抓人，你怎么跪下了？你们上！住手！太祖爷，姐夫，你来的正好，反正有我姐在，宫内的嫔妃你也不能碰，不如把这个给我享用吧。朱佑成，你打我爹做什么？严令，你没事吧？姐，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后辈子孙朱佑称拜见太祖、太宗、皇祖奶奶。太祖。原来你才是朱佑称，你告诉咱，这小子一个外戚是怎么敢肆无忌惮在宫内强暴宫女的？还有这顶皇帝戴的衣裳冠又怎么在他头上？太祖爷，我废物东西！就你这种窝囊样，也配当咱大明的皇帝？你要做什么？小子，侮辱咱娘，老子杀你800回，不难解心头之恨。姐夫，严令！太祖爷下手没轻没重，陛下不会被活活打死吧？朝野上下早就对张氏兄弟不满了，这下太祖爷将他们处死，真是大快人心呐！咱可以不杀张氏，也不诛张家九族，但你必须多纳几个嫔妃，多生几个孩子。太祖爷，我有后诏1个就够了，生那么多孩子做什么？孝宗爷，您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您算是绝嗣了。什么？我绝嗣了？其实不光武宗英年早逝，算时间，您也没几年活了。你说什么？弘治18年，您年仅38岁去世。我身体健康，怎么会死那么早？玄孙，健身活了多久？成化23年，明宪宗去世，享年41岁。咱可是活到了70多岁，为何咱的后人都那么短命？太祖爷，后世有种说法，宪宗、孝宗、武宗均不是正常死亡的，不过明史中并没有这种记载。什么？难道说是文官集团的手笔？孝宗爷，御医刘文泰，你记得吗？他因为医死先皇，已经被朕从4品太医院使降为5品院判。你问他是？这种庸医，你没将他诛九族？这个爹，这小子比我那老大朱高炽还仁义。刘文泰也算是个奇人，接连医死2任大明皇帝，最后还能善终。你是说我也是死在他手上？不错，史料记载，您姐姐患上感冒，便被他几服药治死了。要说没有人作祟，我是不信的。这群狗东西，他们竟敢弑君，真是反了！玄孙，大明不会就是亡在这群文官之手吧？和当时的文官有一定原因。蠢货，昏君！要不是你纵容文官做大，咱的大明岂能说亡就亡？太祖爷，家人都说了，我在后世那可是1等1的明君啊！大明亡关我何事啊？太祖爷，家人都说了，
我在后世那可是1等1的明君啊！大明王关我何事啊？孝宗爷，我没讲清楚，其实您只能算文臣士大夫口中的明君。经济上您修斋设桥，大兴土木，将国库挥霍殆尽，宪宗爷留下的家底被您全败光了。军事上因为没钱，北患猖獗，致使河套丢失。吏治上，文臣若是贪污死罪，可以花钱赎罪。咱恨不得将天下贪污之人全部都揪出，到你这儿花钱就能买命。王八蛋，咱不批了你！要说孝宗爷，朝堂管不好也就罢了，连家奴也管不好，致使太监贪污成风，家中户部张家2兄弟突增王府，鱼肉百姓长达50亿。可以说，明朝开始走下坡路，正是从孝宗爷您开始的。武宗爷也是呢，为了破局，开创豹坊，险些将明朝的死循环打破。何谓豹坊？这朱厚照不会又是一个玩物丧志的昏君吧？太祖爷，其实武宗像您一个侄子，文忠，不是文正。他们2人都是那种看起来纨绔好玩，但每逢大事都能担当重任的人物。文正啊，那这豹坊又是什么？豹坊是武宗爷的离宫，内部设有妓院、舞场、寺庙，诸多凶猛野兽。武宗爷在此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长期不理朝政。啥？这还不是昏君？太祖爷啊，您看看，比起后赵，我这皇帝已经当得很不错了，您为何总盯着我不放啊？混蛋，还不是你教子无方！妹子，你不是去教训张氏了吗？怎么回来了？张氏求着我，让你饶朱佑堂一命。哼，这些后辈没一个让咱省心的。什么豹坊，分明就是商纣王的酒池玉林；什么豹坊，分明就是商纣王的酒池玉林。太祖爷，其实武宗爷创建豹坊的目的可不是为了享乐的，而是要摆脱文官集团的掌控。什么意思啊？武宗继位时，大明已经被孝宗败得一干二净，其权力落入文官和宦官手中，皇帝彻底被架空。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武宗爷创立豹坊，使其成为处理国家大小政事的场所。如此一来，内阁形同虚设。此举看似荒唐，却成功夺回了权力。这小子倒是聪明。武宗爷的军事才能同样不弱。正德12年，蒙古鞑靼大举入侵，为了解决边患，武宗爷自封威武大将军，改名朱寿，亲率大军打败达延汗率领的鞑靼部，史称应州大捷。此战双方投入兵力近10万，明军杀敌无数。可在清朝史官的刻意淡化下，明军仅击杀数十人，自己却伤亡50余人。这帮女真蛮夷，咱恨不得将他们全部剥皮食草！这帮女真蛮夷，咱恨不得将他们全部剥皮食草！此战真没有猫腻。这场战斗，鞑靼部伤亡确实不得而知。可是数月后，铁木真第15代世尊被蒙古人寄予厚望的达延汗便不治身亡。此后数十年，蒙古鞑靼元气大伤，再也不敢深入掠劫边境。我儿子能有这么厉害？这还是我和圣孙之后第一位御驾亲征的皇帝吧？这小子的胆魄，咱喜欢。太祖爷，你们敢相信，就是这样一位力能搏虎的皇帝，最后竟是落水而死吗？啊！怎么可能？正德16年，31岁的武宗爷意外落水，最终咳血而死。他的各种改革尝试就此戛然而止。好啊，连续3任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大明到底还姓不姓朱了？重八，要说这一切，你也有责任。妹子，这和咱又有什么关系？重八，你想想，自从开国后，从前跟着你的那群老兄弟，有几人活到善终的？没了勋贵集团制衡，文臣们自然就做大了。是啊，爹，都怪你。程祖爷，您的过失同样不小。我咋了？你组建内阁，让文官们帮忙批红处理政务，导致了他们慢慢成为了权力的掌控者。
笑啊，怎么不笑了？越说咱越气。玄孙，把咱传过去，不杀一批文官，难解咱心头之恨。老祖宗，终于要走了。等会儿。老祖宗，还有事啊！刘瑾死了吗？回陛下，刘瑾已经被千刀万剐了。死前他口中喃喃：“奴婢刘瑾辜负了陛下期望，是朕对不起他。”陛下，您也不想想，您派刘瑾盘查各地钱粮，整顿盐税，清账屯田，哪样不是在捅文官们的肺管子？这些举措固然没错，可也彻底把文臣们逼急了。看来只能从军事上入手了。这次改革失败不要紧，朕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和这群文官们玩。陛下，小心重蹈两位先皇的覆辙呀！放心，御医无节从小陪伴朕左右，有他在，朕不会有事。走，去看看葡萄牙使臣送来的火铳，佛朗机炮防治的如何了？啊！哪来的妖人？后辈子孙朱厚照，拜见太祖爷、太宗爷。你小子如此雄壮，最后就是落水而死，咱真是想不到。太祖爷，你说什么？也就是说，我连个子嗣都没有，就被他们弄死了？武宗爷，您是落水而死？不可能！山长啊，你也是文人，这群狗东西你最了解。你说吧，正德朝的情况如何解决？陛下，为今之计只能让文官们之间相互内斗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对皇帝放松警惕。正德陛下这时便可趁机收拢兵权。如此一来，朝堂之上岂不是党争不断？陛下，只要兵权在手，当他们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时，您这时便可调兵进京，一举镇压所有人，诛杀党首，从而使天下震动。这样，皇权便重新树立了，任何改革也能顺利进行。主意不错，不过有咱在，不用那么麻烦。徐达，上尉，你回去让蓝玉把咱的3大营调来。咱要杀人！让蓝玉把咱的3大营调来，咱要杀人！是。陛下，不知匆忙召集我等，所谓何事？朕近日时常梦到太祖、太宗皇帝，不想他们真的出现了。荒谬！陛下作为万民之表，岂可开如此玩笑？来人！把陛下从龙椅上拽下来！杨廷和，你我之间到底谁是君，谁是臣？当然陛下是君了。臣只是希望陛下少做些荒唐事，将精力放在国家社稷上。国家社稷不都是由你们大臣决定吗？何时需要？陛下，何出此言呐？刘瑾怎么死的？别以为朕不知道。这天下只能你贪污，他贪就不行了。陛下，臣等……好了好了，你们还是向太祖去解释吧。恭迎太祖、太宗爷爷。陛下，让你手下的军队先把皇宫团团围住。是。太祖爷居然真的降临了！见到老祖宗，为何不跪？是真的，快跪啊！臣等拜见太宗陛下。都起来，让咱好好看看大明的后世官员。
你们当中可有人贪污受贿呀？都拉出去诛九族。是。太祖爷，饶命啊！贪污的银子，微臣1两没敢花。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户，穷怕了。太祖爷，太祖爷，饶命啊！贪污的银子，微臣1两没敢花。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户，穷怕了。太祖爷。哎呀，这。你们胆子很大呀，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听说逼得后赵皇宫都不敢住了。回太祖，臣等忠心耿耿，哪会做出这等事？陛下不回宫，是因为他沉迷豹房，臣等劝不阻啊！别再狡辩了，这儿有为咱的后世子孙，你们做出什么事，他一清二楚。玄孙，你来说说。正德15年，武宗爷不顾群臣反对，南下巡视，却在途中2次诡异落水。回宫后不久，病逝。陛下执意巡视，导致出事，怎可将罪加于臣等身上？武宗爷骑马回京时，身体只是小恙，结果3天后便吐血晕倒。在他昏迷期间，是你杨廷和下令封闭京城，调走江兵等直属军队。半年后，武宗爷身体越来越差，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请求更换御医，却被你一口回绝。没过多久，武宗爷便不治身亡。啊！哎呀，就有此事？真的假的？这像是杨大人能干出的事。对，陛下，这肯定是假的。臣作为您的老师，大明3朝元老，怎会做出这等事呢？你这老小子还敢狡辩，真是找死！大胆！区区秋娃竟敢对大学士动手！大学士，死在老子手中的大学士可不在少数。你是何人？老子永昌侯蓝玉，西楚3族剥皮食草的蓝玉。陛下，您什么时候将臣剥皮食草？这个，蓝玉呀，你可是咱的义子，咱怎会将你剥皮食草呢？别听这群酸儒瞎说。真的，你可是咱的义子。太祖爷，这是我的词儿啊！秋拔，你们骂咱的将士是秋拔，好大的胆子！来人，让他们看看秋拔的手段。是。太祖爷，天黑无乱犯上，和臣等没关系啊！元孙，继续讲。是，武宗爷驾崩在即，原本按照太祖祖训，继位者应为崇芒一脉的朱厚耀。可你们为了更好的控制朝纲，想选出个傀儡，于是才14、15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被你们立为皇帝，真是厚颜无耻！杨廷和难道是想做祸国？咱的祖训你们都敢违背，真是厉害呀！将杨廷和拖下去，移3族。后赵，把杨廷和一党的人全抓起来！后赵，把杨廷和一党的人全抓起来！是。太祖爷，老臣想辞官。玄孙，这老小子如何？李东阳历史评价颇高，是大明第1位被赐予文正谥号的大臣。文正，果真吗？李东阳还辞官吗？不辞了，不辞了。那好，你去辅助李善长，将朝堂尽快稳定下来。是。一个谥号，把这老货高兴成这样。太祖爷，要知道文正，那可是对文官的最高赞誉。纵观历朝，有此殊荣者也是寥寥无几了。徐达，你带着人将京城军队整顿一番。是。后赵，听说你的豹房中还有西洋女人？是的，太祖爷。不过小子花重金把他们买来，可不是为了玩乐，而是为了学习外语。哈哈哈，外语得学呀，咱也想学外语。走，带咱去豹房看看。
上尉，俺也想学外语。切，你学得明白吗你？玄孙呐，你说说看，正德朝的问题要从哪儿入手？太祖，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武宗爷才对。后赵这小子只会学外语，治国他懂个锤子。太祖爷，这外语你也没少学啊！臭小子，胡说什么呢？上尉，你也不想学外语这事儿，被皇后娘娘知道吗？你想干什么？俺也想学外语。去，回头出兵北原，咱拜你为大将军。遵命。元妃说的应该也是外语吧？将军，这个外语可不行学啊。玄孙，作为后世之人，你见识多，还是你说说吧。太祖爷，要说正德朝的问题，其一是军队。自从孝宗皇帝开始，边军便败坏严重。其二是江南士绅，这帮人有钱有权，还把持海贸，对外走私。后来武宗爷见宁王造反，民意南下，便是为了收江南钱税。上尉，江南那帮酸儒，让我去解决。您给我5000兵马，去把他们全砍了。您给我5000兵马，去把他们全砍了。蓝玉啊，你是真虎！江南那帮人有那么好对付吗？燕王，别看你后来做了皇帝，可论打仗，不是本将的对手。你，太祖，其实嘉靖皇帝也对江南士绅有过想法，不仅没成功，还碰了一鼻子灰。兴王世子吗？他是怎么做的？嘉靖前期清理屯田，削外戚世袭，收回士券，随后更换南京守备太监，黄埔整顿南京，做得没问题。后来呢？后来他派出去的人全都死得不明不白。接着倭寇上来，烧杀抢掠，南方一片混乱，士绅们闭门自立，竟让数十名倭寇长驱直入，一路杀到南京城下。莫非这其中有南方那些人的参与？莫非这其中有南方那些人的参与？不好说。实际上，上岸贼人中真正的倭寇不到40%，其余都是大名人，不少是走私海上的船员。由此看来，海商和倭寇脱不开干系，而海商正是江南士绅。这帮该死的家伙，把咱老朱家当成了什么？他们可不管天下姓什么，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便置谁于死地。看来是时候血洗一波了。蓝玉在。将军，这就是刘府，依仗着祖先刘大夏他们刘家已经成为大明在南方最大的海商之一。上尉那子孙让我必须灭了刘家，看来这刘大夏定是华夏罪人。杀！爹，刚才蓝玉派人来报，把一场大屠杀下来，杀的江南士绅豪族人头滚滚，缴获粮食8000万担，金银珠宝、良田字画数不胜数。哈哈哈哈！好，后赵，你组织人把良田分给百姓耕种。是。上尉，门外有一位自称王阳明的儒生求见。不见。太祖爷，还是见一下吧。此人在历史上和孔子一样，可是被称为圣人的人物。圣人？不错，他在龙场悟道，一夜成圣，所倡导的理念名为心学。参见大明太祖皇帝。先生今日来，所谓何事？在下想替江南数十万士绅讨个公道。王先生，刚才咱的玄孙将你创立的心学给咱讲了一遍，可咱是个大老粗，只记得其中有个词儿，名为知行合一。想听听咱是怎么理解的吗？陛下请讲。当咱知道大明的钱粮已经快被江南士绅掏空时，大明的百姓都在饿肚子时，咱能做的便是脊髓本心，立即将士绅们都屠了，以此稳定大明的正常运转。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知行合一呢？阳明先生，你可知道你现在所维护的江南士绅，后世会产生多大的恶劣影响？愿闻其详。在后世，以江南官僚、地主、商人为核心的东林党，不成想大明会被关外女真人所推翻，而我所创立的心学竟被有心人利用，
成了亡国之选。后赵啊，该收拾的都给你收拾了，接下来就靠你了。哈哈，太子放心。玄孙啊，咱们赶紧去嘉靖朝吧，老子早想找诸侯村那小子算账了。玄孙，给咱介绍介绍这个嘉靖帝。世宗爷在位期间，政治上抑制宦官，整顿吏治，限制外戚，改革科举，扩建京城；军事上巩固海防，东南抗倭。可以说，大明在他手中再次迎来了中兴。哈哈哈哈！咱大明的中兴之主还挺多。世宗爷其他不论，要说帝王心术，纵观整个华夏历史，所有皇帝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哦，太祖爷，你敢信吗？世宗爷可以20多年不上朝，一心修仙，却还能把持皇权不失，将文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什么玩意儿？20多年不上朝？这家伙吃了20多年仙丹，没把自己吃死。世宗爷修仙不上朝，可能只是想搏命吧。要知道，在他前头的几位皇帝可都是死得不明不白。这家伙倒是不傻。就算如此防备，世宗爷8个儿子，最终也只有誉王一人活了下来。一次夜里，他自己也差点被宫女勒死。这群文臣当真该杀。后世对这小子的评价如何？得益于一部电视剧的传播，嘉靖皇帝在后世还挺出名的。何为电视剧？太祖爷去到后世就清楚了。见完最后这几个不孝子孙，咱一定合力去后世看看。走，去嘉靖朝。是。恭送太祖、太宗。后赵小子，少学点外语，把心思多放在百姓身上。是。练得身形似鹤形，牵出松下两寒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清霄，水在平。圣上，徐阁老、赵贞吉、陈公公来了，让他们进来。圣上，奴婢检举赵贞吉与海瑞结党营私，徐阁老是他的恩师，也有参与啊。赵贞吉，你被陈红问住了。皇上，臣是嘉靖21年进士，是天子门生。要说恩师，陛下就是臣的恩师啊！嘉靖24年，臣从翰林院出任检点，后升侍读，升巡抚，升户部尚书，一直到2个月前升任台阁，每一步都是皇上的把着。要说靠山，陛下就是臣的靠山；要说同党，臣也只能是陛下的臣党；要说靠山，陛下就是臣的靠山。要说同党，臣也只能是陛下的臣党。陛下适才所言，非君论臣之道，臣恳请陛下收回。陈红，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圣上，奴婢。这群文官倒是牙尖嘴利。圣上，这莫非是神仙下凡？道爷，我成了！道爷，我成了！道爷，我成了！太祖爷，还有小子，就是你把咱从太宗改成成祖的。成祖爷，饶命啊！你管老子叫什么？父皇，这小子还真不长记性。朕想起来了，朕都想起来了，您是太宗爷，是朕的老祖宗。混账东西！老子用一辈子证明自己是顺位继承的，你倒好啊！一个成祖，让后人都知道了，这个皇位是老子谋反得到的。太宗，成祖这个庙号难道不好听吗？好听你妹！老子是想效仿唐太宗，成祖是什么鬼？给我点庙号就罢了，你个狗东西，怎么把我直接踢出祖庙了？仁宗爷，怎么能叫踢呢？分明是迁。去你奶奶的！
太祖爷，救命啊！咱还没找你算账呢。代政误国，沉迷修道，20多年不上朝，你也算大明独一份了。老祖宗，孙儿可没偷懒呐。这20多年来，我先是利用大礼义斗败了杨廷和，接着利用文臣们的矛盾掌控朝堂。我一边和老狐狸们明争暗斗，背地里还要防止死于非命。老祖宗，做人难，做大明的皇帝更难呐！咱知道你难，要不然早就打死你了。老祖宗，其实世宗爷干的还真不错。他去世时，正好是大明建立200年，那时南倭北服基本被灭，朝堂之上人才济济，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社会管制相对自由。这是你炼制的仙丹。哦，爹，不可！甜的。太祖爷是糖丸，什么仙丹都是糊弄那帮文官的。我就说，世宗爷吃了40多年的千汞化合物，怎么没吃死？咱大明的皇帝做到你这个份上，也是没谁了。老祖宗，孙儿这一朝人精太多了，我这样做还真斗不过他们。什么人精，都是大明的掘墓人。明日把他们都叫来，咱替你好好杀一波这群文官。太祖爷，其他人都可以杀，有个人杀不得。谁？难道是严嵩或者虚阶、高拱？是张居正。怎么会是他？朕给子孙后代准备的首辅人选中就有张居正，不过比起徐阶、高拱，他还稍显不如吧。玄孙，给咱讲讲这个人。如果说于谦为大明续命200年，那张居正就为大明续命60年。难道外敌又打到京城了？不是打仗，是改革。张居正的改革让大明后期重新焕发生机。说说看，如果他这个改革可行，其他平行世界也可以推广啊。对，张居正改革始于万历朝，此次改革可以说是自秦汉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改革，比起北宋王安石改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张居正真有那么厉害？改革的具体措施都有哪些啊？经济上，张居正以一条鞭法为铜烂，减轻了百姓的不合理赋税负担。政治上，张居正整顿吏治，以尊主权、苛吏职、信赏罚、号令为主，淘汰并惩治了一大批官员。军事上，张居正启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倭寇、鞑靼得以扫除。财政上，张居正开源节流，使国库再次充盈。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张居正改革，让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再次回光返照，强行续命了60年。这家伙真倒是小瞧他了。咱大明要是多几个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股肱之臣就好了。是啊，可惜的是，自古扶大厦将倾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难道张居正也被杀了？那倒没有，只是在他死后，张家被清算抄家了，就连死去的张居正也差点被开棺鞭尸。这又是咱的哪个混账子孙干的？世宗爷的孙子，万历帝朱翊钧。这小子在哪儿？咱现在就打死这混账！老祖宗，朕那孙儿还是个孩童，可经不起您老抽的。明日上朝时将他带来，咱瞅瞅。是。小阁老进宫还坐轿子，真是好大的排场！你眼中可还有天下苍生4个字？哼，张居正，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大明朝2京1市3省，是在我身上担着，天下苍生这几个字，还轮不到你来说。严世蕃，你耻谈为国，得意不了多久。还敢谈痴谈为国？国库空虚，我和家父想尽办法弥补亏空，你们却想方设法釜底抽薪。
几时想过我？几时想过我大明朝？你剿吧，你们就剿吧！小湖东县前方打仗没了军师，吃了败仗，搅得东南大乱，把大明朝亡了。无非陪着你们一起玩命就是。哼！皇上，今年全国的税银都收上来了，户部的意思是拿200万。你是说税银收了300万两，朕只能分200万两，圣上，200万是人家户部小阁老的，就这样您还要谢谢小阁老。圣上，200万是人家户部小阁老的，就这样您还要谢谢小阁老。朕的钱他们拿200万。听说小阁老昨天已经娶了第9房姨太太了。不要再东扯西扯了，皇上，奸臣已经自己跳出来了，高拱是一个，还有张居正，这2人密谋结党，不就是想将我拉下马吗？奸臣？怎么，整个大明朝就独小阁老一人是忠臣？你拉拢胡宗宪，鼓动军队，难道没有不轨之心？军队的事，太子也有参与，难道他也有不轨之心？你的意思是，朕的儿子也结党？皇上，臣等冤枉！你们父子冤不冤枉？还是让太祖爷评判吧。皇上，你说谁？太祖、成祖。什么成祖？老子是明。严嵩，听咱玄孙说，你在历史中那可是10大奸臣呐！哎呀，太祖爷，老臣知罪。严世蕃，还不快跪下！你倒是识趣。平生报效为赤忠，身死从人说是非。太祖爷，老臣20年首辅做下来有功有过，但无愧于大明，更无愧于皇上。皇上，我们父子这些年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党同伐异，那都是在您的指使下做的呀！住嘴！朕什么时候让你们做这些事了？都是你们曲解了朕的意思。皇上，你蠢货，还嫌不够丢人吗？玄孙，你说严嵩该不该杀？该杀。不过站在您的视角上看，说他是奸臣，倒还不至于。说得对，这老小子比胡惟庸之躯。来人，将这2人带下去，处以极刑，以谢天下百姓。将这2人带下去，处以极刑，以谢天下百姓。原府抄没，家人流放岭南。谢太祖爷。皇上，世人常说你自私凉薄，果然如此。还不快带下去！在场诸位，谁是严党？站出来，让咱瞧瞧。李侍郎，你不是严党，谁是严党？呸！严阁老80大寿的时候，遗嘱请起大明天，这局事是不是你做的？就凭你，还有脸指责我是严党？杨老贼过寿，我一次没去过，就凭这就可以骂你们一句严党？你是严党，你是严党，你才是严党呢！这他妈还是文官吗？真是有辱斯文！奶奶的，打老子做甚？都住手！住手！是。许节是吧？你的指令比皇帝的圣旨都灵啊！许节是吧？你的指令比皇帝的圣旨都灵啊！臣不敢，太祖爷，皇上数十年不上朝，这群大臣听惯了内阁的命令，所以……许节，你是忠臣还是奸臣？太祖爷，这朝堂之上，只有严嵩父子是奸臣，我们都是一心为民的良臣。对，没错。是吗？玄孙，你说说吧。徐阶，你说自己是良臣，那你徐家在江南和松江府等地的几10万亩地是怎么回事啊？
回这位先生，那些土地都是臣祖上积攒下来的，有何不妥？哦，可据史料记载，自从你进了内阁，短短时间家里就增加了5万亩地，这又作何解释？哥，短短时间家里就增加了5万亩地，这又作何解释？那都是家里花钱买的。买的？被你徐家搞得家破人亡的那些百姓，听到此话，恐怕都死不瞑目。你们清流一直鼓吹海禁，拼死反对开海，说这是祖训。可你徐家100多艘大船又是怎么回事？那些船只能在内河航行的，不能出海。去你的！还搁这吹牛逼呢？脸皮那么厚，还自诩清流，你们就不害臊吗？太祖、成祖，臣冤枉啊！行了，咱懒得听你狡辩，去的，把他压下去，诛九族。是。啊！把他压下去，诛九族。是。哎呦！严嵩，徐阶被杀，首辅之位舍我其谁呀？张居正。臣在。张居正对我没威胁，替他求求情也无妨。太祖爷，张居正功于谋国，拙于谋身，说他是奸臣，下官是万万不信的。是啊。太祖爷，张大人不能杀。你是？臣海瑞。听咱玄孙提起过你，大明历朝官员中，咱对你最是喜欢，因为只有你才真正心中装着百姓啊！难道太祖爷想让海刚峰当首辅？太祖爷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太祖爷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可惜微臣一身才华抱负，还未施展。你对咱的大明有恩，咱可舍不得杀你。严嵩既死，这首辅之位就由你来做吧。首辅？我张居正当首辅，这怎么可能？上尉，家人口中的那些贪官，臣带人已经全部满门抄斩了。南方的倭寇真有那么猖獗？孙儿已经让胡宪宗提拔了戚继光，有他们俩在，想必倭寇很快就能扫清了。倭寇屠杀百姓，着实可恶。太祖爷，大明缺银，而倭国盛产白银，不如等戚继光成长起来后，建造大船，让他带大军把倭国灭了。哎，倭国真有那么多银子？其实，倭国有大型银矿的事，在江南豪族中已经不是秘密了。沿海商船不断跟倭国以物换银，只是文官集团一直在瞒着世宗爷罢了。这群混账东西，那可都是真的银子呀！等穆宗爷继位后，文官集团眼看白银内流的情况已经瞒不住了，这才同意解除海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奶奶的，咱颁布禁海令，本意是想巩固海防，不想竟肥了这帮江南豪族。杀！接着给咱杀！杀！接着给咱杀！是。儿臣把朱翊钧带来了。皇爷爷，嗨，我的大孙子。太祖爷，这就是朕的孙子。能杀死张居正，这小子长大指定也是个昏君。太祖爷爷，我才不要做昏君，我要做明君，做大明第一明君。不想在嘉庆朝再次见到五龙同朝齐聚。朱厚熜这皇帝做的勉强还能说得过去，他儿子又如何？太祖爷，我把高拱、张居正、海瑞都留给他，这个皇帝他难道还能做差了不成？父皇，儿臣自然不能和太祖、成祖还有您相比。穆宗爷算是大明历朝中最没存在感的皇帝了。什么意思啊？难道朱载后和我家老大一样，登基不久便早逝了？有这方面原因，穆宗爷在位6年就去世了，终年36岁。据说是因为荒淫无度才。你奶奶的，又是个昏君！老四，把刀递过来，咱要亲手砍了他！啊！
太祖爷爷，别打我父王！先别忙着动手。要说穆宗爷祸因而死，这事怎么看怎么蹊跷。你是说又是文官集团动的手？不好说。史书只记载，穆宗爷继位2年半，后宫妃子便有13人，这算多吗？当然了，穆宗爷频繁选秀肯定是好色的，但历朝历代的皇帝又有哪位是不好色的？就连太祖您恐怕也不能免俗吧？说着说着又扯上咱做甚？载姬，修道戒淫欲，你干脆和朕一起做道士吧。父皇放心，儿臣回宫就把妃子们遣散了。穆宗爷绝对不能算昏君，他之所以没存在感，一是去世的太早，二是他在位期间将国家大事尽皆交给内阁处理，朝议时常常一言不发。一言不发，他不算昏君，谁是昏君？如此一来，内阁的权力岂不是急速膨胀？太祖、太宗，载姬此举恐怕也是为了自保吧？太祖、太宗，载姬此举恐怕也是为了自保吧？父皇，儿臣……大明除太祖、太宗外，历朝想要有作为的皇帝，好像都没什么好下场，反倒是像嘉靖帝、万历帝这样数十年不上朝的，才能活得长久。咱明白了，朱载基之所以早亡，难道和他主张开海有关？有这种可能。穆宗爷废除海禁，主张减赋，不管哪一项，都触动了南方豪绅的根基。载基36岁去世，那时义军才10岁。除掉一个不安分的，再扶持一个好控制的儿皇帝上位，真是好手段呐！这帮混账东西！家人，朕这孙子在位时又如何？看这股机灵劲儿，恐怕是位明君吧？神宗爷，大明可以说正是从万历朝才真正开始由盛转衰了。什么玩意儿？咱早该知道，想把张居正挫骨扬灰之人，又怎能算得上明君？太祖爷，消消火。其实万历皇帝之所以如此痛恨张居正，也是有原因的。他能有何原因？主要还是张居正作为老师，将万历皇帝管得太狠了，而他自己又太双标了。比如说，张居正常常劝诫万历要节俭养德，而他自己却乘坐32台奢华大轿。张居正更是直言吾非相，乃摄影，甚至接受百官四封宋太岳的僭越称颂。这种情况下，皇权几乎被架空。这和霍光有何区别？张居正不是完人，至少在他生前，从没想过将大明江山取而代之。按理来说，张居正变法后，大明应该再次中兴才对，为何走向衰落了？按理来说，张居正变法后，大明应该再次中兴才对，为何走向衰落了？张居正的改革不算彻底成功，在他死后，朱翊钧便将变法政策全部废除了。当然，这其中肯定也有文官推波助澜，毕竟最不想变法成功的便是他们了。糊涂玩意儿，他还做了哪些蠢事？万历皇帝能说的事情太多了，他在位足足48年，和世宗爷加起来，2人在位时长占了大明1半国祚。这小子如何活那么久的？不会是……没错，万历皇帝和您一样，在位48年，有28年不上朝。娘的，和咱相比，你们就是群懒猪！爷，2个最懒的皇帝，成了大明除了您之外，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上哪说人家？万历皇帝之所以那么长时间不上朝，一方面是他身体确实不太行，后世将他的棺椁打开，发现他不但腿瘸不能站立，牙齿还有问题；另一方面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国本之争，他想立3太子朱常洵，而大臣们更中意庶长子朱常洛。什么国本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吧。不说了，孩童不经打。带咱去见这小子。是。恭送大明太祖皇帝。张居正、海瑞、
吴宪宗、戚继光这几人，都是咱大明的青天白玉珠，千万不能杀，听到了没有？是。说，今日授课为何迟到？张使，不知怎的，朕这2天腿疼难耐，实在走不快。胡说！御医都说了，你腿无大碍，还敢撒谎？义军不听话，如何做好一个好皇帝？快，把手伸出来！张使，不好！张使，快看，你身后是什么？啊！还想？这是护驾，快来人护驾！大胆！你是何人？胆敢穿朕的龙袍？就是你叫朱翊钧呐！太祖皇帝啊！张首府太狠了，这是把皇上往死里揍啊！谁说不是呢？老祖宗，你突然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将孙儿暴揍一顿，不知是何缘由啊！玄孙，你告诉他。是。张首府，现在是万历几年？万历8年。那年还有2年寿命。一派胡言！张首府去世后不久，万历爷就废除了您的那些改革政策。不光如此，还把您张家给清算了，甚至差点把您开棺鞭尸。什么？你啊？不可能！朕那么尊敬张师，怎会做出这些事？家人来自后世，他说的话都是历史。不知皇上后来还做了什么？也没啥，也就是近30年不上朝，不见外臣。万历后期，朝堂各部官员缺额严重，许多官员甚至一生都没见过皇帝一面。还有呢？还有，那就是万历3大征了。在宁夏暴打蒙古，在朝鲜狂虐日本，在播州团灭土司，3场大仗，大明军队都胜了。胜了就好，胜了就好啊！哼，总算有点功绩。没想到到了后世，我大明军队还有如此战力。朕就说嘛，没了张师，朕一样能做个好皇帝。我儿出息了。3大征虽都胜了，但却烧掉了大明1000多万两白银，将张首府变法得来的家底烧个一干二净。将张首府变法得来的家底烧个一干二净。什么？怎会如此？哎，咱打了一辈子仗，早该想到会是这个结局呀！打仗打得国库没了钱，军队没了饷，只能去向百姓加征赋税。这还不是最坏的，由于3大征，导致了辽东铁骑戚家军损失殆尽，北方努尔哈赤趁机统一女真各部，发动了萨尔浒大战。此战大明惨败，10万精锐损失殆尽，大明国本被彻底动摇。万历皇帝虽极力挽回局面，但不久后他便去世了。朝政被东林党和阉党把持，大明从此进入倒计时。大明难道亡于镇守？大明最终不会是亡在女真手中吧？不错。太祖，是臣没有教导好皇上，臣是大明最大的罪人。时也命也，张先生，咱不怪你，要怪咱只怪这小混蛋。20多年不上朝，你以为你是朱厚熜啊？太祖爷，朕立志要做个好皇帝，至少现在来讲，可从没想过20多年不上朝啊。难道是我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朕的腿好疼。皇上，当着太祖爷的面，你还敢装病？义军，快起来！史料记载，神宗爷确实有严重的腿疾。什么？还好不算严重，太祖爷，要不然我先带朱翊钧回后室看看病吧。行，
等他回来，咱再好好收拾他。行，等他回来，咱再好好收拾他。太祖爷，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太祖爷，那后世的医生说我得了什么糖尿病，吃了药后现在好多了。那医院还把我牙疼的毛病治好了。太祖爷，你是不知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行了行了，你小子话怎么那么多？在我面前，皇上少言寡语，可从没有这样活泼。你施行变法，江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回太祖，江南豪族众多，和朝廷众多官员盘根错节，变法难有推进。蓝玉，臣在。带着你的人，再把万历的江南豪族屠一遍。是。上文，万历朝女真不是猖獗吗？不如也交给臣解决吧。不急，玄孙已经把后世那些大炮长枪的图纸交给了咱，等工匠造出来后，咱命人带着军队，挨个将不同时空的女真部全突突了。是。徐将军，我将万历朝的贪官都写在这张纸上了，回头你挨个收拾就行了。好。家人，朕既不是亡国之君，那朕的儿子干的又如何？有没有收拾好朕留下的烂摊子啊？万历爷，您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是大明历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登基仅不到1月，便驾崩了。这怎么会这样？说起光宗爷朱常洛，史书记载最多的，便是发生在他身上的3大案，而他的死因，便是其中的红丸案。红丸？那是什么？史书记载，光宗爷继位10天后，便自感身体不适，御医崔文生诊断后，却开了服泻药。光宗爷服下后，下泻不止。这时，鸿胪司官李可灼带来了一枚自称仙药的红丸。在内阁众人保证药到病除后，光宗爷服下红丸，当晚便一命呜呼了。气煞我也！保不齐又是文官的手段。唉，玄孙，带咱去找朱常洛，咱要救他一命。是。朱义军，好好干，别给咱丢脸。是，太祖爷爷。张首府，这可对你教育万历爷，兴许有用。好。对了，张首府，您和李太后间没私情吧？此传言你听谁所说？再见了，张首府。父皇，或许是您活得太久，把儿臣的福命都给占去了。儿臣真想有一番作为呀！上天只要能给儿臣10年，儿臣定能平定辽东，革新朝政啊！来晚了。是太祖，朕不是在做梦吧？常洛，是咱大明太祖朱元璋。太祖爷爷，孙儿刚想中兴大明，可惜呀。玄孙呐，你可知为何如朱祁镇、朱允文、朱翊钧这样不孝的子孙，咱最多只是打骂，没要他们的命吗？太祖爷仁慈。什么仁慈？这些孩子就算再无能，那也是咱的子孙呐。玄孙，下一个皇帝该轮到谁了？后面恐怕不多了吧？还剩最后2位，大明276年国祚就彻底走到头了。下一位有点奇葩，是大明著名的木匠皇帝。木匠？皇上，这是户部送来的奏章，请您批阅。大伙看着办就好了。若有辽东的奏章，再呈上来，
是。陛下，您这样放任魏忠贤干政，朝堂之上恐怕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嫣儿，朝政之事你不懂，让魏忠贤和东林党打擂台，朕手中还有一点权力，若朕多加干涉，恐怕大明的局面会更加恶化。来，试试朕新给你打的凳子。陛下，太祖皇帝要是泉下有知，朕这样荒废朝政，恐怕也会十分失望吧。太祖，恐怕也会十分失望吧。太祖，大明第15位皇帝朱由校拜见太祖爷爷。这些都是你做的？是，太祖爷爷。孙儿无能，治国无方，只会做这些奇技淫巧的物件。做得还不错，倒是心灵手巧。太祖爷爷，您不责怪孙儿。太祖爷爷，您坐。责怪你有用吗？辽东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孙儿重用熊廷弼、胡承宗，提拔袁崇焕、袁可立等人。目前大明在辽东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攻灭女真指日可待。是吗？玄孙，你来说。天启2年，您听信谗言，罢免了朱延弼，致使沈阳、辽阳被后金攻陷。不久，朱延弼被下狱问斩，辽东防务至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崇祯17年，后金女真攻入京城，建立大清，大明就此灭亡。啊！女真人夺取了大明江山，这怎么可能？局势怎会恶化如此？要不是您早逝，大明的江山兴许还能多撑1年。陛下活了多少岁？天启7年，朱由校去世，终年23岁。说起来，还是天启爷在执政后期将东林党人杀得太狠了，致使他们想方设法也要除掉你。他又是什么死法？这次那些人连装都不装了，和武宗爷一样，又是落水。不同的是，天启爷多撑了2年罢了。这群畜生！大明历代皇帝死于意外的实在太多了。爹，这次江南之行，我带着军队去。好，朝堂之上的乱臣贼子也不能放过。是。朕若早亡，那大明的皇位朕传给了谁？你的弟弟信王朱由检，他也是大明最后一位皇帝。朕天天躲在后宫，不理朝政，大明尚能苟延残喘。朱由检到底干了什么，竟让大明亡于他手？要说勤奋努力，崇祯爷可比你强太多了。可就是他太努力，才加速了大明的灭亡。玄孙，咱大明的亡国之君，难道还是一位好皇帝？好皇帝谈不上，但说崇祯爷是昏君，我是不认可的。什么意思啊？崇祯爷登基时年仅17岁，可以说在他在位10几年间，他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他不荒废政事，不沉迷酒色，反而勤于政务，生活节俭，死前的龙袍上还满是补丁。这样说来，这小子不差呀。是不差，但崇祯时期各种天灾人祸，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爷自己呢，虽勤政，但能力终究不足。步步昏招下，过早杀了魏忠贤，错信东林党，国家收不上税，导致朝政彻底崩坏。这孩子终究是藩王即位，能力不足啊。要放在王朝中期，他可能有不错的作为，可在大明风雨飘摇之际，他做的这些事情很难重振大明。家人，那闯王李自成攻入京城后，朕的弟弟结局又如何？家人，那闯王李自成攻入京城后，朕的弟弟结局又如何？不会像小明王一样被当作一段时间傀儡后杀掉了吧？小明王是咱杀的吗？分明是落水而死。是，爹，你说的都对。太祖爷，您的子孙可比您想的有气节多了。崇祯爷用生命再次践行了大明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啊？难道他在闯王李自成即将冲入京城，内阁大臣忙着开门请降之际，皇宫内为了不让家人受辱，崇祯帝让众嫔妃上吊自杀，子女能杀掉的全部杀掉。然后他走到眉山，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前留有遗言：诸臣勿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啊！武帝，咱当初立下诏书，外敌入侵，大明不和亲，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想后世真有子孙做到了。老四，你这道诏书立得好啊！要说华夏历史上最硬气的王朝，无外乎咱的大明吧？是朕害了有检啊！陛下，玄孙，带咱见见大明这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是。老四，你就留在天启朝，忙完再来找我们。是。有效，少做点工匠活，多操心些国事。谨遵太祖爷爷圣命。皇上，信王来了。让他进来。皇兄，再靠近点儿。皇兄要安心养病。武帝，当为尧舜，大明是你的了。皇兄，你放心，弟一定做大明的中兴之君。好像传早了。太祖爷爷，孙儿痴迷木匠活，不思朝政，毁了大明江山。有效，咱不怪你。混账东西，别再传错了，故意看咱出丑是吧？太祖爷放心，这次一定不传错。杀呀！快跑啊！这是崇祯17年。朕登基17年了，朕负过的人不少，负朕的人更多。朕杀袁崇焕的时候只有18岁，自毁长城也好，刚愎自负也罢，朕要做中兴之主，不料成了亡国之君。老天爷给朕开的这个玩笑又何其的残忍，何其的毒辣！承恩，你逃命去吧，朕不怪你。皇上，奴才愿陪皇上生死相随。恭送大明皇帝上路。朕崇祯愧对大明的列祖列宗。朱由检，你在干什么？朱由检，你在干什么？太祖爷爷，太祖爷爷，你是来救孙儿的吗？孩子别怕，有咱在，大明不会亡。爷，加特林，意大利炮已经仿制成功，军队已经集结就位，什么时候开始反攻？现在，立刻，马上！是。吴三桂，你是说大明军队已经跑了？不错，皇上，清军一旦攻城，京城唾手可得。冲锋！那是什么？哼！海炮！那是什么？
跟咱冲，杀光这帮野奴皮！快跑呀！切！你不是说城内大明军队都跑了吗？还有这大炮火铳，为何威力如此巨大？皇上，我不知道啊！废物！全军撤退！跑啊！快跑！撤！太祖爷，我们好像胜了。玄孙，你提供这俩武器威力太大了，还有威力更大的没使出来呢。上尉，后金大军已被全歼，努尔哈赤死在乱军之中。好，刀起巢穴，崛起种类，去吧。遵旨。大明子孙咱也都见了，走去后室看看。好，走去后室看看。好。不想后事就会变成了这样。爷爷，您这身装扮是洪武大帝朱元璋吗？哦，是啊。想不到后世还有人穿着汉服。你装扮的是永乐大帝朱棣，你是崇祯皇帝。太祖爷，想不想去见见始皇帝嬴政、唐太宗李世民？可以吗？可以吗？当然。